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意做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SogoTrade 这家海外券商它的开户以及入金教学。因为有些投资成长的伙伴在跟我敲碗说，Kevin， 你可不可以再多介绍几家海外券商，让我们有比较多的选择。这个我都有听到，所以呢，我就去研究了这家券商，它叫做 SogoTrade。那各位也知道，很多海外券商你要开户的时候，你要使用英文输入，然后你要使用英文地址，然后呢，你的身份证明文件的话呢，你还要使用护照。但是呢 ，SogoTrade 这个券商，你只要使用中文输入，再去加上中文的身份证，就是我们一般的身份证，就可以开户完成了。而且它开户的话呢，大概2天的时间就可以开户完成。然后呢，它的安全性的话呢，也是足够的。它除了我们最一般我们所觉得要具备的 FINRA 的保障，还有 SIPC 的保障之外，它独自还会对每一个账户再额外保一个保险。那这个保险的总值可以高达3750万的保障，我觉得这是非常的不错。所以这家海外券商它的开户便利性以及它的安全性，绝对是我见过海外券商当中属于前段班的。好了，如果你是初次来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欢迎订阅追踪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漏掉任何的讯息。那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创造额外收入的方法的话呢，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我们这期影片要介绍的券商，它叫做 SogoTrade。那它成立于1986年，那它至今的话呢，大概已经有36年的历史，算是一个蛮老字牌的一个券商。然后呢，它最近在2021年的时候被 GoBankingRate 这个评比公司呢评比为2021年最佳的网络券商。它除了日内交易平台最佳网络券商之一，还有一个叫做新手适用的最佳网络券商之一所以呢，这家券商算是还蛮不错的哦。好，那今天影片的大纲的部分的话呢，我主要会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呢，我会先跟你介绍一下这家券商它的一些细项的部分。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会教你如何去开户。然后呢，最后呢，我会教你如何去汇款。好，那这部分的话呢，等一下我们就会做介绍。好，那在开始介绍这个券商之前，我想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会使用海外券商来进行投资美股，而不是使用副委托。因为海外券商它相对于副委托投资的优势来讲的话呢，海外券商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就是它的交易如果你累积交易下来的话呢，它的交易手续费是比较低的，而且你可以让你的投资组合更加的多元化。好，那我这边我就举一个例子，假设你现在身上有5万块钱，那你5万块钱，如果你是使用副委托来做投资的话呢，你一定是5万块钱直接买一档标的。因为你知道副委托它是使用单次交易手续费，所以呢，它一次交易的话呢就要好几千块。但是如果你是使用海外券商的话，你5万块钱汇到海外券商，你大概要800块到1000块钱的汇费，然后呢，你这5万块钱就可以买 N 档标的。那现在有许多海外券商他们的交易手续费都是非常的低甚至呢，你只要达成某一些条件，你甚至可以零手续费交易这种券商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你的交易手续费这样相比下来，你就会发现使用海外券商来做投资，你的交易手续费绝对会比副委托还要低上非常的多。而且呢，也因为你的手续费比较低，所以呢，你5万块钱你可以买非常多种标的，你的投资组合呢也会更加的多元化。那再来第二点就是为什么我会使用海外券商来投资，那就是海外券商它还可以使用美股选择权。美股选择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金融衍生工具它可以降低我们的投资风险，或者是说呢，它可以杠杆使我们的报酬呢扩大好几倍。那我觉得投资美股的时候，你一定要使用美股选择权因为美股选择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投资工具。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美股选择权的话呢那就持续关注我的频道，那我会来介绍更多。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我们来介绍一下 SogoTrade 这家券商。那这家券商呢，它是属于一家私人企业所以呢，它是没有在美股上市的。那它的客服跟它的界面它的使用界面的部分的话呢，是有中文客服也有中文界面所以呢，如果你是台湾人你想要投资美股的话呢，那你使用这个券商你不用担心说你的界面看不懂，或是客服人员讲话你懂听不这是不用担心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它的客服是周一到周五24小时都有客服所以我觉得这是还蛮不错的。那商品种类的部分的话呢，这家券商呢，你可以投资美国股票、美国 ETF， 还有美股选择权，以及最特别的一点，那就是你可以投资虚拟货币
哇，如果你喜欢投资虚拟货币，或者是说你对虚拟货币有兴趣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券商算是属于蛮不错的一个投资方式蛮不错的一个投资工具。好，那安全机构的部分的话呢，就除了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FINRA 跟 SIPC 之外呢，我刚刚还有讲到嘛，它的安全机构就是它每一个账户还会额外给你多保一个保险，那最高呢可以高达3750万美金的保障这是非常的不错。那交易界面的部分的话呢，它除了有网页平台，也有手机的 APP， 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说，你走出去之后呢，你手机无法下单那手机 APP 可以下单，我觉得这是券商非常基本的一个条件。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股票交易的手续费。那它交易的手续费基本上是一次要2.88块美金，但是你只要符合一些条件，你的限价单交易就可以零佣金进行交易那我认为这是还蛮不错的。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叫做有奖交易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东西那这个等一下的话呢，我还要再做一下介绍。好，那它开户友善方面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友善你可以全程都使用中文输入，然后它界面也全部都是中文的，然后你只要使用身份证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开户流程。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刚刚所讲到的2家安全机构。一家安全机构叫做 FINRA， 那 FINRA 它的中文叫做美国金融业监管局，那它主要就是确保这些券商它有没有公平又诚实，然后它的广告是属于真实的，有没有误导投资人。如果它有误导投资人，或者是说违反以上的规定的话呢，这个 FINRA 这个监管机构它就可以对这个券商进行罚款，甚至撤销它的执照所以我觉得这个 FINRA 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叫做 SIPC， 那 SIPC 叫做美国证券投资人保护公司。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这家券商如果有加入 SIPC 的话，那你这家券商要是哪一天不幸倒闭了，那这个 SIPC 呢，它就会负责理赔你账户里面的损失但是它每一个账户呢，最多就是理赔50万美金所以这2个机构 FINRA 跟 SIPC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如果你在投资海外券商的时候呢一定要符合这2个机构你在使用这个券商会比较安全。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家券商它的优惠活动。那它现在的优惠活动就是你从其他的券商然后你转户到SogoTrade转户超过1万美金的话，那你的转账手续费就是你的转户的这个手续费它最多可以给你补助100块美金这是还蛮不错的好，那第2个活动就是有奖交易。那这个有奖交易是这个券商它独特的一个活动。它的活动内容就是你只要下一个限价单，然后呢，你的买入的限价比现在当下的卖出的价格还要低0.01块，或者是说你卖出了一个限价单，然后呢，它的卖出价格比你的现在的买入价格还要高0.01块的话呢，你就可以获取一点点的佣金这是还蛮特别的一个活动。那如果各位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按暂停，然后看这个页面或者是说你可以来到他们的官网来了解更多。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 SogoTrade 这个券商要如何开户。那它开户的连结的话呢，我会放到下方的留言栏或者资讯栏大家都可以点击进去。那如何开户呢？你只要点击这个连结之后，然后你按右上角的马上开户，点击下去之后呢，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个人账户跟联合账户。那我们因为是个人，所以我们就选择个人账户，然后呢按继续。那你按继续之后呢，这边会跳出一个界面，它会问你说你是不是美国的合法居民。那你这边的话呢就写否，然后呢下面的公民身份的话呢可以选择台湾。按继续之后呢，这边的话呢就开始要填写你的一些资料了。那称呼的部分的话呢，如果你是男生，你就填 Mr.， 那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呢，你就填 NS。那姓名跟姓氏的部分的话呢，你就要填你的英文名字。最好就是说如果你有护照，那你就填你护照上面的英文名字或者是说你常常在使用的英文名字。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你的电话的部分。那电话的部分的话你就选择台湾的台湾的话呢就是886，然后呢你的手机号码嘛，你的手机号码不是会09叉叉叉叉叉吗？对不对？那你的0就把它去掉，就写上9叉叉叉叉叉就可以了。然后呢 email 的部分的话呢，就使用你最常使用的 email， 然后呢再把它输入一遍，然后呢你再输入你的账户号码跟你的密码。然后呢，下面有一个叫做密码的问题，其实这是安全问题你的安全问题，你把它说，你要选择什么安全问题，其实都没有差，只是你的答案的部分的话，你就不要忘记。好，那接下来的话呢，下面会要求你输入你的 PIN 码，PIN 码就是你每次登录的时候呢，你都要输入的一个号码。那它可以让你输入4到6位，就是看你要如何去设计。然后下面的话呢，有一个叫做个人图片跟你的个性签名，这里个比较特别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以后登录的时候，它会跑出一个个人图片跟个性签名，它会让你确认说，这个账号里面的个人图片跟个性签名是你。如果你确认是你的话，那你就把你的 PIN 码输入下去它这个主要就是防盗的一个机制那我这个人图片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一些
很多图片啊，那我这边就选择香蕉。然后呢，你的个性签名的话呢，就选择你自己的名字或者是任何名字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忘记就对了。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你就按继续。好，按继续之后呢，这边会要求你输入你的账户，你是属于哪一种账户？那我这边的话呢，就选择个人账户。然后呢，它账户特性的话呢，有一个叫做现金账户跟融资账户。那我这边的话呢，比较喜欢去使用融资账户啦，因为融资账户的话呢，它可以防止我去违约交割了。因为如果你去频繁交易的话呢，你这笔钱可能还没交割回来，那你又去交易，那你可能就会发生违约交割的情况。所以呢，我会比较喜欢去使用融资账户。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投资人的话呢，那其实你使用现金账户也是可以的。好，那下面的话有一个叫期权交易。好，那如果你想要使用期权交易的话，你就打勾。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这边就可以直接按继续下一步了。好，那如何去填写融资账户跟期权交易呢？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照着我的方法去做填写哦。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你的平均股票交易金额，这边你可以写最高的。然后呢，你的股票投资年限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3年以上。那你的每年股票交易次数的话呢，你就不要写太少。那我这边的话呢，就写75次。好，那期权交易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一样，照上面一样哦。你的期权交易金额的话呢，就写25000块以上。然后呢，你交易年限的话呢，也不要写太少，我就写3年以上。然后呢，我的交易次数1年就是写75次以上。那我这边按继续就可以了。啊，那个期权交易等级的话呢，就选1级也可以。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账户申请的个人讯息啦。那这边的话就写上你的出生年月日，好，照实填写。那这边有婚姻状况的话呢，看你是单身还是说你是结婚的，也是一样照实填写。那这边有一个叫做抚养人数，那抚养人数的话呢是包含你自己，所以呢你最少都是1个人抚养，因为你包含你自己就是1个人。OK， 好，那下面有一个叫做外国税务号码，那这边的话呢，各位记得要填是。我要打勾打是，然后写上你的身份证字号千万不要填否。你填否的话呢，你可能要被抽美国人的税哦。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这边有往下滑，这边有一个叫做账户申请工作讯息。那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叫做工作状况。工作状况的话呢，你就填写你现在的一个状况，看你是雇员还是自营还是无业、学生、退休等等的。好，那如果你是雇员的话呢，它后面会要求你填上你公司的一些讯息，那你只要照实填写就可以了。好，那你填写完之后呢，你就按下一步。好，那你按下一步之后呢，它会要求你填上你的一些联络电话，那这部分的话就跟刚刚一样就可以了。然后你的家庭居住地址你也照实填写，就填下你自己的中文的居住地址就可以了。然后呢，这边按继续。那各位要记住的就是，你现在填写的这个家庭居住地址要跟你身份证后面的那个居住地址一样，因为它等一下会做一个验证的动作。OK， 好，那你就按继续。好，按继续之后呢，你会来到这界面。那这界面写说行业光年讯息，那这边的话呢，各位就填否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的话，他问你一些投资的概况，像是你的年收入多少，你的流动资产，还有你的净资产、投资目标、投资经验，然后风险承担能力啊，或是出资金额等等的。这部分的话呢，你可以照着我的方法做填写就可以咯。好，那最下面的话呢，这边有一个叫做你最常使用的银行名称。好，那你银行名称就是你以后可能会汇钱过去的银行名称是哪一个名字啊？那你就把那个名字呢，拿去上网去搜寻它的英文名字，然后把它贴上来就可以了。像我的话呢，我是使用星光银行，那我就把星光银行，然后打英文名字，用 Google 搜寻就可以知道星光银行的英文名字是多少，然后你就把它贴上来就可以。好，那你再往下滑的话呢，这边有一个叫做适应性概况，他会问你说你的投资期限大概是多久，他只是想要调查一下而已。那我这边的话呢，我就写8年，就是我是属于一个比较长期的。然后呢，下面有一个叫做流动性的需求，那我这边的话呢就写重要。OK， 好了，这边填写完之后呢，你就按继续。好，那继续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界面。好，那这界面的话呢，就是要你上传一些资料。好，那你这边的话呢，就写你的身份证。然后呢，身份证的话，你就上传你的正反面的身份证都把它上传上来。然后呢，地址证明的部分的话呢，也可以使用身份证。所以呢，就把你身份证的背面，身份证背面有地址嘛，你就把它给贴上来就可以了。你就按上传文件，然后呢按继续。OK， 好，你按到继续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个界面。那这个界面呢是要求你看一些协议书的部分。那这边的话呢，如果你确认没有问题，你就打下面我同意，把它打勾。打勾之后呢，这边有个电子签名。那这电子签名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使用你的英文名字的签名。你英文名字签名你才不会忘记你就使用你的英文名字的签名，然后按保存。那这电子签名就是你以后要汇钱出来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要求你确认一下你的电子签名。好，那你电子签名签完之后呢，你就按继续。那继续之后呢，他这边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开这个加密货币的账户？那我觉得就顺便开一下嘛。那我这边就打勾，打勾之后呢，按同意并提交。但是如果你不想要开一个加密货币的账户的话呢，那你就按不，谢谢。OK， 好，那我这边就按同意并提交。好，那你提交之后呢，你就来到这个界面。那这个界面的话呢，它就是跟你讲说，你的账户现在正在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呢，我会寄信给你。我就这个意思。好，那我大概就花个1-2天的时间，我的账户就已经开好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介绍它要如何进行汇款。
好，那假设你已经开户完成了，然后你现在准备要开始入金了，那你要怎么做呢？你也是一样点击我这个连结，然后进去之后呢，你按左上角的登录，登录进来之后呢，这边输入你的账号跟你的密码，然后下面可以选择你的语言，然后按登录。登录之后，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图案，一个香蕉跟我的个性签名叫 Kevin。好，那我这部分的话呢，确认没有问题，那我就把我的 PIN 码输入上去，然后按下一步。下一步之后，你就来到这界面。那你来到这界面之后呢，你就往下滑，最下面有一个字叫做完整网站，我把这个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呢，你就会跳到另外一个界面了。那这个界面的话呢，你也是一样，再次输入你的账户号码跟你的密码，输入进去，然后按登录，然后也是一样，再次确认你的图片跟你的个性签名。然后呢，没问题的话呢，就输入你的 PIN 码，然后按下一步。好，那你按下一步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个界面。那这个界面的话呢，我们先来注意这界面的一个红色的文字叫做账户号码。那它账户号码后面有个井字号，然后5，然后后面接上7个数字，也就是说它的账户号码总共有8个数字，就是5开头，总共有8个数字。那这个账户号码的话呢，各位要记住，因为这是我们等一下汇款的时候要使用的一个号码。好，那你要如何汇款呢？你就点到上面的这个资金账户转移，然后里面有一个叫做注资讯息，然后把它点击下去。点击下去之后呢，这边有个叫做电汇注资，然后你点击下面这个点击下载电汇注资指南。好，你点下去之后呢，你就会进入一个 PDF 档。那 PDF 档的话呢，你选择这个国际资金电汇。那这个东西的话呢，等一下就填到我们的汇款单里面就可以了。那要如何填写呢？我这边示范给大家看。我这边的话呢是使用星光银行的汇款单。那大家第一次填的话呢，可能问题比较大的地方是在这个收款行跟收款人以及复言要如何填写。那我这边的话呢，就跟大家讲一个概念。这个收款行跟收款人都不关我们投资人的事情。这个收款行跟收款人都是这个券商他在哪一家银行他所开的一个账户，跟我们投资人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投资人汇款的话呢，我们是汇到美国的一家银行的这个券商他的账户当中，不是汇到我们的账户当中，我们是汇到美国一家银行，这个券商他会在这家银行开一个账户，我们把钱汇进去，然后呢，券商收到这笔钱之后呢，他要如何辨别这笔钱要给哪位投资人，他就是看复言。所以呢，你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这个收款行跟收款人都是这家券商，我们只有复言的地方会跟大家不一样。我们在复言的地方写上我们的名字跟写上我们的账户号码，那券商就会看复言，就会了解说，这笔钱是要给哪位投资人，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呢，你的收款行、收款人都是一模一样你千万不要自己写一个新的收款行或收款人。好，那这边要怎样填写呢？我这边就帮大家填写你把这个照着把它贴上来就可以了。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会把它贴在我的一个资讯栏的地方，或者是我的留言栏的地方。然后如果各位想要看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复制贴上，都是没有问题的。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复言的地方，你的复言的地方的话呢，你要写上你的英文姓名，然后呢再去写上你的账户号码。那账户号码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5开头，然后总共有8个号码的那个号码，就是我们的账户号码。千万不要填错好，那你这样填完之后呢，你就可以进行汇款。那汇款的话呢，大概要2到3天的一个工作天钱才会汇到你的账户当中。但是如果你2到3天都没有收到钱的话呢，记得打电话去问一下券商说，为什么我的钱还没有入账？那如果你的资金入账之后呢，你要在哪里做确认呢？也是一样，到我们刚刚的那个首页的地方这边有一个叫做现金余额，你就可以在现金余额这个地方呢，看到你注资进来的这笔钱好，那我们收购Trade的开户以及入金教学就到这边那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然后呢，然后现在有许多的海外券商他们邀请有钱的海外券商，营运手续可以处理，用卡。